重生回到末日前7天，我买彩票中了5000万，成为富豪。我在附近买了一栋价值2000万的大别墅，地段偏郊区，最主要的是这里都是别墅区，相较于小区高层人会少很多，末世来临丧尸也少，生存几率更大些。我又找了最好的装修公司，把玻璃全都换成了银行防弹玻璃，并全部贴了单向透视隔热膜，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了。毕竟末世最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心。不仅如此，别墅的外墙我也让师傅全部做了隔音处理，这样的话，哪怕我在家里开派对，也不会招来丧尸了。随后我便给家人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十分思念他们，想接他们过来住些日子，票都买好了，买的最近的航班，现在家人还没到，我可不能闲着。我又找了几名师傅给我的别墅安装了太阳能板，因为末世后没几天电力系统就瘫痪了。接着我又买了一辆越野车外加一辆房车，万一别墅撑不住也可以逃命用。第二天父母带着妹妹也到了，我把重生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了他们。小杰，你不要开玩笑啊！老爸老妈，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就在今天晚上，咱们老家的葛老爷子就会去世。我看你是真的疯了，人家葛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前2天他还下地干活呢。我也不急着与父母争辩，今晚他们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晚饭期间，老妈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小杰，这是我们一家人最后的晚餐了，你不是中了5000万吗？快把银行卡和密码给我们，然后明天我们再去一趟房产局，把这栋别墅过户到我的名下。我现在就打电话把工作辞了，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当一回富二代，想想就觉得很开心。就在老爸还在夸夸其谈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什么？你说葛老爷子去世了？我现在在城里呢，这几天回不去，你帮我随200块份子钱吧，等我回去之后再还你。挂断电话之后，老爸立刻满脸堆笑。我的宝贝儿子，是老爸冤枉你了，你就当我之前是在放屁，以后我们各论各的，你喊我叫爸，我喊你叫哥。第3天一大早，我就带着老爸去买了一辆大货车，他本身就是跑货运的，买的这辆货车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我们开车直接去了另一个城市的大型超市，因为在附近超市买太多物资会引起他人的怀疑。这次我都没有进入超市货物区，而是直接联系了超市的经理。你好，经理，我们准备给山区孩子捐赠一批物资，由于时间行程安排的有些紧，工厂一时出不了货，所以只能先来你们超市采购了。经理丝毫没有怀疑，看了清单后，他喜出望外：1000袋米，1000袋面，1000桶油，1000桶矿泉水，1000瓶牛奶，1000斤肉类，1000斤瓜果蔬菜。因为末世后天气会变得反复无常，我们又购置了10床棉被、10套羽绒服、10台电风扇、10台电暖风、10张电热毯、1000张暖宝宝、1000张冰凉贴、1000套洗漱用品。防身用的武器也是必须的，剪刀10把，菜刀10把，锤子10把，钳子10把，防狼喷雾100瓶。折腾了一整天，我们终于回到别墅。老妈也按照我的要求采购了10台大冰柜。距离末世来临还有3天，目前物资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老爸还在阳台上种了不少蔬菜瓜果，如果能存活的话，末世狗到死也应该能行的。目前我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老爸，通过我这几天的观察，我们相邻的别墅里暂时都没有住人，甚至还有要出租的。你说我们都把他们给租下来怎么样？行是行，可是现在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多钱了吧？这个你放心好了，钱我有的是。这个别墅虽然售价是2000万，但我是做的贷款买的，我只首付了500万，剩下的1500万是我向银行贷的款，分30年还清。丧尸只要一爆发，谁还还钱啊？哈哈，还是我儿子聪明啊！我拿着钱租了周围的3套别墅，别墅1个月平均房租10万，3套我都租了1个月，共计30万。处理好这些我依旧不放心，于是买了20个摄像头安装在了别墅的周围。摄像头用的是局域网，哪怕互联网断了也不怕。我看了看时间，距离末世估计还有1天时间，趁着水电系统都还没瘫痪，我们把各种能充电的电器都给充满了电，各种能储存水的容器也都拿了出来注满了水，顺带还把老爸刚种的瓜果蔬菜统统给浇了一遍。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则是下载了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和小说，用来打发日后无聊又心惊的末世生活。早上9点钟，我被妹妹叫醒，哥哥，你快看看窗外。我抬眼向窗外望去，天空灰蒙蒙的，云低沉的有些压抑，下一秒云层突然变成了红色，接着狂风大作。我越看越心惊，这一天果然还是来了，这就是丧尸爆发前的景象。萌萌，你快去通知爸妈，让他们关好门窗，丧尸快要爆发了。我拿出望远镜看向窗外，由于我这里是别墅区，附近几乎没有人，所以需要用望远镜看向更远的地方。快跑啊，有人变成怪物了！远处人群开始骚动，我看见有人朝着我们这边跑来了，目测是一名妙龄少女，但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因为末世的第一准则就是别当圣母。儿子，那个女人好漂亮啊，你要不要去英雄救美，救回来正好给你做老婆？好啊，那你快去救她吧，如果不小心被丧尸咬了，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哈哈，老爸跟你开玩笑呢，我又不是没老婆，主要不是考虑你吗？既然你不愿意去救，那就算了吧。不好了，哥哥，你快去看监控，好像有人闯进来了。
我跑到监控室一看，果然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几个人的身影，一共2男1女。2个男的身高大概1.8米左右，女的大约1.65米左右。他们并没有在我家别墅附近转悠，而是在我租的另外一栋别墅附近。他们的身上没有携带危险的武器，暂时应该对我们构成不了威胁。只是监控画面中的那个男人格外眼熟，我想起来了，那不是在上一世用1块饼干把我买下来的黄毛吗？我最后就是被他推进了丧尸群里惨死的。可恶啊，真是冤家路窄。但目前我并不打算做出任何行动，而是暗中观察情况。经过我2天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带的物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我租的别墅里又没有食物和水，他们哪怕能住在里面，估计也扛不了几天。5天后，高温来袭，我坐在监控室里吹着风扇吃着雪糕。黄毛住的那栋别墅没有电，他们几个人只能躺在地上散热。监控画面里3人的嘴巴一张一合，好像是在密谋着什么。但我安装的监控并不带录音功能，一丝不安袭上心头。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他们要开始搞事情了。儿子，那3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了？他们现在还在别墅里呢，而且好像还在预谋着什么。我反正有种不好的预感。可恶啊！留着他们始终是个祸患，不如今晚你就去把他们3个干掉吧。我一个人哪是他们3个人的对手啊？不如我俩一起去吧。你个不孝子，我都一把年纪了，这么危险的事情怎么能让我去做呢？如果我死了，你的妈妈跟你的妹妹谁来照顾啊？没关系，我可以照顾他们。不好了，突然觉得肚子好痛，估计是老毛病又犯了。我看这件事还是改天再议吧。告辞。老爸走后，我再次看向监控画面，黄毛他们竟然全都不见了。我连忙调出那栋别墅的所有监控视频，可是视频中已经捕捉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踪迹，他们居然离奇消失了，好像人间蒸发一般。难道是回房间了吗？当时装监控的时候，为了方便，我只在客厅和走道上装了监控，别墅的其余房间我都没装监控，所以那些房间都是监控的盲区，是拍摄不到的。他们肯定是打开了别的房间的门。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又在监控旁观察了1个小时，可依旧无所收获，监控仍旧没有他们的身影。焦急之下，我想起了监控可以看回放，于是我把回放调到了和老爸扯皮的时候。画面里3人依旧躺在地上散热，下一秒黄毛旁边的陌生男人接了一通电话，过了2分钟电话挂断。那个男人神情激动，之后不知道他对黄毛说了什么，接着他们3人表情都很亢奋。又过了几分钟，几人陆续离开了别墅。看完视频后，我有些好奇是谁给那个男人打的电话，同时也好奇他们的谈话内容。第2天电力系统突然瘫痪了，监控室的屏幕也熄灭了，手机也失去了信号，窗外的丧尸却越来越多了，速度相较之前也快了不少，身体也更加灵活。哥哥，不好了，你快看我拍的照片。我前几天因为无聊就透过窗户拍照片玩，结果今天发现这张照片上有个人影。我接过照片一看，只见我们后面那栋别墅的窗帘那里有一个诡异的人影正朝我们这边看。照片因为拍摄距离有点远，所以拍得有些模糊，不过根据上面大致的轮廓，依稀可以判断这是一个男人。不同于黄毛他们，这个男人身材高大，体型健壮，一看就知道他能一个打我们4个。于是我紧急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并把照片给大家看了一下。儿子，这个男人这么壮，我们一起上估计都打不过他呀，不如我们投降吧，只要跪下来给他磕几个头，认他当爹，他应该会饶我们一命吧。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如果我们真投降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推出去喂丧尸。末世下的人心是最险恶，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家4口轮流站岗，24小时不间断观察。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各个表情凝重，情况有些不太妙。我们被包围了，我租的3个别墅里都被人给占据了。此时的我们就如同肥羊一般，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吃掉。可恶啊！黄毛那些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难道跟物业有关系吗？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感觉很有可能，因为我租的房子也是由物业受理，我运物资进别墅也被物业的人看在眼里。看来还是我大意了。深夜，别墅最外面的门突然发出声响，这是门被晃动的声音，紧接着就传来了咒骂声。他奶奶的，打不开啊！他们肯定把锁换了，要不然我这个钥匙不可能打不开门的。别墨迹了，看看能不能撬开，声音尽量小点，别把他们吵醒了。黄哥，还是不行啊，要不咱们先去下一家看看有没有物资吧。你小子懂什么？我得到了准确消息，这一家里面有大量的物资，撬开了咱哥几个几年都吃不完。可是锁撬不开啊，这个是高级防盗锁，不是3、2下就能搞定的。那今天就算了，你再好好研究研究，我们改天再来吧。等他们走后，我长舒了一口气，转身望向后面，只见老妈和妹妹都拿着武器视死如归，老爸腿都被吓软了，一直跪在地上发抖。儿子，你快去拿条裤子来，我被吓尿了。黄毛哥，他们家换了高级的防盗门和防盗锁，我根本就撬不开啊！可恶啊，事到如今只能用美人计了。小丽，你明天就假装成纯情少女，然后去敲他们家的门寻求帮助，我们几个就埋伏在周围，等门一开，我们就直接冲进去干掉他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吃喝不愁了。儿子，昨晚他们没有把门撬开，今天会不会还来啊？我看很有可能，
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一样，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随时准备战斗。救命啊！开门啊！里面有没有人啊？快帮帮我！我是附近大学的舞蹈生，已经饿了3天3夜了，求求你们给我一口吃的吧。儿子，你听到外面的求救声了吗？要不要给他开门啊？听着声音好像是个美女，还是舞蹈生呢。我最喜欢舞蹈生。先别急啊，老爸，我们俩去2楼看看情况。老妈，你跟妹妹就在这里守着。我和老爸来到2楼，站在阳台上向下望去，果然有个美女站在门外。哎呀，我的妈呀，果然是个美女，她看起来好可怜啊。小姑娘肯定是饿坏了，我现在就去给她开门，我要亲口喂她吃东西。等等，你个老邓，色字头上一把刀，你没听过吗？她看起来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呀。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眼熟。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在我安装的监控视频里见过，她和那个黄毛是一伙的。那个可恶的黄毛，肯定是因为没有食物了，所以才狠心把他抛弃，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我现在就去给他开门。你个老邓，这明显是个陷阱，你没发现吗？黄毛他们肯定就埋伏在附近，如果我们把门打开了，性命就不保了。你不要被女色迷惑住双眼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要慌，我们就假装不知情，以免打草惊蛇，但是也别开门，随便找个借口打发他就行了。美女，你还是去别家求助吧，我们也没有多少食物了，估计过几天就要断粮了。而且我爸是个色狼，你真要进来了，估计清白难保啊。所以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考虑，我就不给你开门了。帅哥，我快饿死了，给我一块饼干也行啊。对了，我这里有药品，我可以拿退烧药跟你们换吃的。在这个末世里，药品可比食物还要重要呢，你看行吗？儿子，我们好像忘记囤药品了，不如就拿食物跟他换吧。这样吧，美女，我们用1箱方便面跟你换1盒药，但门是指定不能开的，因为我并不清楚你是不是在撒谎。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就把药扔上来，我再把方便面扔下去，你看行吗？那行吧，我先回去拿药，一会过来跟你换。黄毛哥，这下怎么办啊？他死活就是不开门。没想到这个臭小子这么谨慎，但他既然答应跟你换了，说明还是有机会的。你就先拿退烧药跟他换食物，一来二去他就会放下戒心，到时候想骗他开门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帅哥，退烧药我已经拿过来了，现在就给你扔上去。谢了美女，退烧药我就收下了，这是方便面，你可接好了。不对啊，为什么里面是空的？没错呀，美女，我说了用一个装方便面的箱子跟你换，又没说里面有方便面，哈哈。黄毛哥，你快出来呀，我们被耍了。可恶的狗东西，竟敢耍老子，我要把你给废了。别费劲了，那个可是高强度的防盗门，你是砸不开的。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黄毛他们走后，老爸老妈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我却不敢放松。老爸老妈，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黄毛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要做好充足的防御工事才行。我从库房里找到了一个大电瓶，然后把电瓶与门把手连接在了一起。如果他们还打算撬门开锁的话，就会被电得大小便失禁。老爸，你去把一些比较重的家具都搬到2楼，还有锤子、钳子什么的也都拿上去。如果黄毛敢暴力破门的话，就让他们脑袋开花。不好了，儿子，我的腿抽筋了，不如你去搬吧，我需要休息一会。哥哥，还是我和妈妈去搬吧。好吧，那就辛苦你们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大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连小丽的美人计都不起作用。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通知所有人都带上家伙，今天必须把那栋别墅拿下。儿子，不好了，那伙强盗又来了。不用怕，门已经被我通上电了，他们敢撬门就等着被电吧。老爸，你快去通知老妈和妹妹，让他们把钉子都撒在门口，然后再让他们上2楼集合，准备进入战斗状态。矮子，你快去撬门，这次一定要把它撬开。交给我吧，光头哥，我已经改良了工具，这次保证成功。矮子，你在干嘛？怎么还跳起舞来了？不好了，光头哥，他那是跳舞啊，这是触电了，这门肯定是通了电的，矮子已经被电给吸住了，快把他踹开。可恶啊，人已经昏迷过去了，我以为我们已经够狠了，没想到别墅里的人比我们还狠，他奶奶的！太好了，儿子，成功了，这下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可是强盗，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小猪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破门？光头哥，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木头是不导电的，我们可以砍一棵树，然后用树撞门，就跟古代工程一样。好主意，不愧是我的智囊。黄毛，你快去砍一棵树。好的，光头哥。奇怪了，那个黄毛为什么去砍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是想用树撞门，这样就可以避免被电了。那可怎么办啊？你快想想办法啊！要不我们就开门投降吧，跪下来给他们磕几个响头，估计能捡回一条狗命。门上面的电是你接的，跟我可没什么关系，你就一命换一命吧。瞧你那没出息的样，那个门可是我花了100万专门定制的，不是轻易就能撞开的，你怕个屁啊！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
刚刚老爸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那都是开玩笑的。如果他们真闯进来了，我会奋不顾身的保护你的。你就滚一边去吧，别挡着我看好戏。光头哥，搞定了。兄弟们，给我撞啊！一群人抱着木桩，对准我家的大门就开始了疯狂的撞击，剧烈的震动感，我在2楼都能感觉到，但我却不慌不忙的拿出手机放歌。下面的人，我放歌给你们加油。他奶奶的，你别嚣张，看我一会弄不弄你就完了。兄弟们，加把劲啊！他们抱着木桩撞得越来越起劲，可是撞了整整20分钟，那扇大门纹丝未动，只有撞击处有一点点小小的凹陷。这是什么门呢？怎么那么结实？照这个速度，要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撞开呀？要不还是算了吧，光头哥。黄毛他们可是顶着36度的高温，且由于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太多的力气。这一番下来，他们都打起了退堂鼓。不行，矮子这个仇必须要报，我已经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了。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一会就回来。儿子，那个光头走了，他们是不是放弃了？好像不是，只有光头走了，黄毛他们还在这里。难道他们又有什么新计划了吗？没过一会，只见光头搬来了一个梯子，看看这是什么？我们不从大门进去了，直接上2楼不就行了吗？光头哥，你简直就是天才，快架上梯子，我第一个上。不好了，儿子，他们要上来了。哈哈，正合我意，你快去拿几把锤子过来，我要让他们脑袋开花。哈哈，这就是你们爬梯子不戴安全帽的下场。兄弟们，快撤退！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啊，比丧尸还可怕。这群强盗终于被我们打跑了。从今天起，我们就能安稳地过末世富豪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年。这天，我正在用手机玩单机游戏，突然一条联网消息弹了出来，重要通知：丧尸已经在今天被全部消灭，我们胜利了。我立刻把这条消息告诉了爸妈，我们一家人喜极而泣。全剧中，我的妈妈重生了，她重生在了丧尸爆发前的2个小时。小杰，你快跑啊！2个小时之后，你们老师就会变成丧尸，整个学校都将沦陷。我已经往你的卡里转账了10万块，你一定要在2个小时之内囤够至少2个月的物资。起初我并不相信老妈的话，因为这听上去过于离谱。可是她颤抖的声音却让我心慌。我家并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老妈1个月也只给我3000块的生活费，还时常叮嘱我要省着花。可这次她竟然给我转了10万块，让我不得不相信老妈说的是真的。我低头看了一眼时间，此时正好是下午2点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就在这时，体育老师气冲冲地向我走了过来。混账东西，我是让你在这里罚站的，不是让你打电话。我带过这么多班级，就没见过你这么没规矩的学生，这么喜欢打电话是吧？那好，你给我继续罚站，站不满2个小时别想走。我知道他是在针对我，全班那么多人，大家都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懒，可他每次偏偏只罚我。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直到后来我看到霸凌我的室友陆超和他走得很近，还管他叫叔叔，我就什么都懂了。树荫下，陆超和其他几个同学正吃着雪糕，一副看好戏的模样，笑嘻嘻地看着这边。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快世界末日了，老子豁出去了！踢完老师之后，我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掉头就跑了出去。陆超见状冲了上来，扶起老师，怒视着我的背影喊道：陈杰，你敢踢老师？我看你是疯了吧？有种你就一辈子别回来，不然你死定了！呵呵，我也没打算回来，2个小时你们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我头也没回，争分夺秒的在心里盘算着，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宿舍我肯定不能回去。一共才6个人，5个都在霸凌孤立我。好在正是因为霸凌，我从开学的第2天开始就一直在找出租房。昨天刚刚在大学附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没想到居然派上大用场了。房子位于13楼，13楼如果运物资的话稍微有点高，上下来回肯定会浪费一些搬运的时间。现在每1秒的时间都是生命的保障，我的呼吸不自觉的都有些加速，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不管了，先在外卖软件上面下一些单再说。如果买太多的物资，我怕引人注意，因为那个公寓楼只有一个可以进出的正门，门口常年有着保安，大频率的搬运这么多物资，我怕太引人注意。更何况接下来的日子我都要一个人度过。思虑到这里，我酌情的买了些蔬菜和鸡蛋肉类。其实我并不会做饭，也对斤数并没有概念，只是估摸着一通乱点。蔬菜大概花费了300多，各种肉类花费了快600，感冒药、消炎药、绷带、碘伏都在外卖软件上面下单了一整盒。我一边下着外卖订单，一边率先冲进了学校的超市里，拿着超市的购物篮，先是将货架上的方便食物全部都搬空。方便面差不多50袋，其他的速食食品50袋，仅仅是这样购物篮就已经满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目光落在了售卖的行李箱上。和往常不一样，我连价格都没有看，提着2个最大尺寸的行李箱来到了收银台前，继续按照行李箱的空间搬运着其他物资。方便速食差不多塞满了一个行李箱，大瓶装的水买了大约30瓶，这2个是必需品，无论如何都要拖回出租房里，毕竟接下来的2个月就靠这些活着了。看着收银台前堆成小山的速食，收银员目瞪口呆。同学，这些你全都要是吗？没错，我全要，麻烦快点结算，我赶时间。
话是这样说，但是东西太多了，收银员正在一件一件的扫码。就在这时，超市的门被推开，几个男生走了进来。用冰水敷真的有用吗？肯定有用啊！你没看到老师都肿起来了吗？陈杰那一脚踢得可真狠啊！忽然间，他们顿住了身子，齐刷刷的看向了收银台的我。那不是陈杰吗？我没理他，专心的在装物资。看了眼时间，此时已经2点半了，我还能用这2个巨大的行李箱运至少2趟物资。陆超慢悠悠的走了过来，阴阳怪气的问：“你这是去哪里逃难啊？2块钱一袋的方便面，你买了这么多，你个穷鬼，一个月只有那么点生活费，也只能靠吃方便面才能吃饱了，多寒酸啊！”呵呵，你们尽管嘲笑我吧。当丧尸爆发的那一刻，你们想吃方便面渣估计都吃不到了。我拖着2大行李箱的物资到达出租房时，已经2点40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一共2台电梯，居然全部都停在了20多楼一动不动。这时，一个保安突然走到我面前：“小伙子，怎么自己拖这么大的行李箱啊？你这里面都装的什么呀？需要帮忙吗？”我刚搬来这里，都是一些衣服和日用品，不用帮忙，我自己可以的。好在电梯终于停靠了下来，我连忙拖着行李走了进去。谁曾想这个保安也跟着走了进来。狭小的电梯间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身后人的目光正直勾勾的盯着我。你去哪层楼呀，大叔？你不用管我，你按你的楼层就行了，我就是随便转转。我没再吭声，抬手按下了电梯按钮。租的房子在13楼，但是我留了个心眼，按下了10楼的按钮。10楼到了以后，我拖着行李箱走了出去，确定那个保安没有跟下来以后，这才换了另一个电梯来到了13楼。进了房间，我就将行李箱里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正巧点的外卖也到了，大大小小的东西堆满了整个门口。我顾不及收拾，合上了行李箱，继续去公寓门口的便利店搬运物资。接连搬运了2趟后，我再一看时间，距离丧尸爆发还有25分钟，其实完全可以再搬运1趟，但我不敢冒险。看着堆成了小山的物资，我决定收工。这些东西别说2个月了，半年都够我吃的。米面粮油各10袋，方便面我囤了100袋，甚至还买了不同口味的。自热小火锅20个，酸辣粉15袋，饺子和馄饨各10包，大瓶矿泉水50瓶。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囤了10个充电宝。这期间老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到。这下终于有空给她回了。儿子，你那边怎么样了？我已经囤了超级多的物资，也已经躲进了出租屋里，这下应该万无一失了。你们呢？我和你爸也囤好了物资，锁好了门窗，现在就等丧尸爆发了。我走到窗户边向外看，从13楼的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学校的操场，所有人都说说笑笑的，对于接下来的噩梦毫不知情。我拿起手机打开班级群查看，陆超早已把我买方便面的事情发到了群里，大家看到之后都纷纷嘲笑我。突然楼下传来了尖叫声，我探头一看，发现学校操场乱成了一团，所有人都在尖叫着跑开，有几个人一边走一边歪着脖子，动作怪异的嘶吼咆哮着。不对啊，现在才3点50分，难道丧尸提前爆发了吗？路上已经有很多被感染的人类了，虽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丧尸的样子还是让我心里不适。不多时，公寓外的走廊上也传来了奔跑声和尖叫声，我深知自己只要不发出声音就不会把丧尸引过来，可是外面的声音却是那么撕心裂肺。开门呐，快把门打开！听着声音应该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生，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不愿意住校，自己在外租房的学生。杨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只是出门买了点东西而已。我上来的时候丧尸还没有跟上来，你就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行吗？我求你了，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昨天不还和我许下了毕业就结婚的诺言吗？你开门了。女生绝望的哭泣声在末世下显得格外凄凉，我叹了口气，听这意思应该是一对情侣。女生出门买东西，男生在家发现丧尸爆发后就将门反锁了。我有些于心不忍，一时间我竟然有些犹豫要不要开门。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我一看发现是老妈传来的信息：儿子，千万不要开门。看到信息之后我惊了，老妈是在我这里安装摄像头了吗？不然她怎么会知道我正在犹豫要不要给女孩开门？妈妈知道你从小就很善良，心肠软，所以总是被人拿捏，被人欺负。但你要知道，人心永远比你要可怕的多。末世里更容不下善良。外面那个女孩子你觉得很可怜是吗？但你不知道的是，外面那个女孩最后却为了自保，亲手将你推进了丧尸堆里。你上一世就是这样死的。看到这里，我的内心不由得泛起了一股寒意。可恶的臭女人，竟敢害我！下一秒，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房间。帅哥，快救救我吧！只要你让我进屋，我就做你的女朋友。出完恶气后，我回到了房间，拿出手机开始看剧。外面的求救声再也和我无关。很快便到了丧尸爆发的第7天，我的物资依旧是堆到满满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安全感。下午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群聊，打开一看，居然是宿舍群，有人艾特了我，问道：陈杰，你还在吗？你躲在哪里去了？没见你回宿舍啊？你那还有方便面吗？我简单的扫了几眼信息，然后就将手机扔到了一边，并没有打算回复。大约过了几10分钟，手机屏幕再次亮了起来，又是连续的几条艾特，都是出自于陆超的。装看不到是吧？说话啊！
我知道你那里有食物。丧尸爆发前，我在学校超市碰见你的时候，你可是囤了整整2个行李箱的吃的，少给我装死！你那么多吃的，分给我们一点会死吗？做人不能太自私，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少天没东西吃了？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宿舍本来就不可能囤多少东西，估计陆超那几个人吃的都是前些天剩下的食物，或者平时买的一些小零吃什么的。现在7天过去了，宿舍5个人恐怕早就已经断粮了。说来也巧，我原本计划国庆节和爸妈去大西北玩，所以早早入手了一台无人机，想要到时候带着去俯拍大西北的美景。我完全可以将一些食物绑在无人机上，然后趁着天黑给陆超他们送过去。如果他们没有霸凌过我，我肯定会帮助他们的，所以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我用手机拍下了物资的照片，然后发到了群里。我就是要故意气他们。很快陆超他们几个人就炸了。我们现在都在宿舍，你快点带着你的食物来和我们会合。我只回复了4个字：做梦去吧。你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我让你拿着食物来和我们会合，立刻马上。见我不再回复了，其他几个舍友开始一改往日的态度，开始好声好气的说着：陈杰，我们没有别的意思，你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丧尸也不安全啊，你来找我们会合，有什么事大家可以一起顶着。行了，你们几个能有点出息吗？减肥的时候7、8天不吃饭，不照样活得好好的？我们宿舍有他没他都一样。陈杰，别以为你有几口吃的就多了不起，老子现在不稀罕了，真是给你脸了，活该你没有朋友。我冷笑了一声，并没有生气，随后便将群消息调成了免打扰模式。今天已是丧尸爆发的第9天，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网络开始瘫痪，水电也都断了。断水断电其实还好，但断网就比较烦人了。我再也无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办法和爸妈每天聊天打气了。那种与世界脱节的恐惧感，在某一瞬间强过了外面的丧尸。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给自己打气。老妈说丧尸在2个月后就会得到控制，所以我只能继续忍耐。我前几天早就下载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但是充电宝只有10个，所以每天我规定自己只能玩2个小时的手机。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2天，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透过窗户看看外面。这时我看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很高很壮，正躲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探头打量着前面的丧尸状况。可恐怖的是，一只丧尸此时此刻正悄悄地站在他身后，离这个男人不过10米的距离。我不能出声提醒他，只能在内心祈祷他可以脱险。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男人最终没能逃过丧尸的魔爪。我躲在13楼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只能叹了口气，回到房间继续睡觉。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6天，我正百无聊赖地看着楼下的丧尸群发呆，突然一条绳子垂了下来，这属实把我吓了一跳。只见绳子上还挂着一张纸条和一幅照片，我取下纸条和照片查看，照片上是一个美女的自拍照，我瞬间就爱上了，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了。你好啊，帅哥，我是住在你楼上的邻居，因为这房子不怎么隔音，所以能听到你屋里的动静。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传纸条，因为断网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照片就是我本人，我的名字叫林成，请问你叫什么？哈哈，没想到在末世还能有桃花运。看着照片上的美女，我都已经开始幻想以后的幸福生活了。你好啊，美女，我叫陈杰，是一名大学生，而且我也是单身，很高兴认识你。我这里囤了很多食物和水，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把它们系在绳子上。真的吗？那可太巧了，我也是一名大学生，而且我是摄影专业的。冒昧的问一句，你为什么会囤那么多食物和水啊？面对林成的疑问，我还是决定说实话，因为我老妈是重生者，她在丧尸爆发前打电话让我囤的。哈哈，你可真会开玩笑，碰巧我这里的食物快吃完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就证明给我看吧。很显然林成并不相信有重生这回事，于是我拿出了一个行李箱，往里面装了满满1箱的食物，然后系在了绳子上。可拿到食物之后，林成就再也没有往我这里传过纸条了。可恶啊，难道他接近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食物吗？直到5天之后，纸条再次传来，陈杰，我发烧了，头好烫，你那里有退烧药吗？看到纸条后，我犹豫要不要给他退烧药，但照片上的她清纯可爱，不像是坏女人，所以我决定再帮她一次。我把退烧药系在了绳子上，然后被他拉了上去。过了2天，凌晨再次传来纸条，谢谢你陈杰，我的烧已经退了，就是还有一点鼻塞和嗓子疼，你那里有矿泉水吗？给我1桶吧。看到凌晨退烧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于是我又屁颠屁颠的系了1桶矿泉水在绳子上。不得不说，凌晨的力气可真大，毫不费力的就把绳子拉了上去。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她一个女生的力气怎么会那么大？而且还是在大病初愈的阶段。难道说楼上的根本不是什么美女，而是一个抠脚大汉？他是在利用假照片来骗我的物资，但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只能一步一步的试探。过了几天，绳子终于再次下来了。陈杰，我的食物快吃完了，你能不能再给我1箱？可以啊，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再拍几张美照给我看看，理解我的相思之苦？我不是给了你一个行李箱吗？你就抱着那个行李箱拍照给我看，
纸条传上去之后，我就一直在等待他的回复，可等了很久都不见绳子下来。可恶啊！看来我真的被骗了。想到这里，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拿着棍子上了楼。您好，我是救援队的，请问屋里有人吗？我是来接您去避难所的。没过一会，门被打开了，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骗我的那个抠脚大汉。教训完这个骗子之后，我回到房间开始反思。末世之下，除了父母以外，真的谁都不能相信。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60天，我已经1个多月没跟父母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记得当时老妈告诉我，2个月之后丧尸就能得到控制，可是现在大街上还是遍布着丧尸。难道这一世的情况发生变化了吗？是不是因为老妈的重生打乱了时间线？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50天，转眼间就快要过年了。大街上随处可见持枪的护卫队成员，他们现在负责清理大街上的丧尸，而且城市的电力也恢复了正常。晚上我的房门突然被敲响，儿子，我是妈妈，快开门！听到老妈的声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滚带爬的把他们迎接进了屋。好了好了，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哭啊？老爸老妈，你们怎么瘦了那么多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乖儿子，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其实我们在丧尸爆发前的几个小时就已经搭上了前往你这个城市的动车，在动车停站后的10分钟，丧尸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爆发了。也就是说，丧尸爆发前，你们就已经到了我这个城市，这几个月一直都生存在这里。之前还骗我说在老家里囤了很多的物资，过得很舒服，看来都是怕担心所以安慰我的是吗？最开始我和你妈都很绝望，可是在你妈重生循环了几次之后，每一次都是在动车上醒过来，我和你妈也就认命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实情呢？那你和老妈这几个月都躲在哪里呢？傻孩子，我们告诉了你实情，你还坐得住吗？这些天还能过得好吗？其实也没啥，我们一下动车，在别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飞奔了出去，尽可能的在便利店囤了一些吃的，然后就躲在了高铁站的一个储物间，那里很偏僻，而且门也牢固，我们就一直躲在里面生活，直到上个月救援队赶到，我们这才得以脱身。老爸老妈，你们辛苦了，快点到卧室里休息一会吧，我去给你们拿吃的。这是牛肉罐头，很好吃的，你们快尝尝。从今天起你们就睡床吧，我去客厅睡沙发。哈哈，看来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不知不觉又过了50天，今天手机上突然疯狂推送一条消息：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丧尸已经全面清零，我们胜利了。我和爸妈都喜极而泣，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后来我回到了学校，从老师的口中得知，陆超他们全都饿死在了宿舍。全剧中